兄弟，什么事儿？说吧。彪哥，咱们是不是一定要去静坐示威啊？当然。怎么了？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妥。犯不犯法，咱们先搁在一边不说。就算我们去静坐示威，那也不是1天2天能解决的事情，两边总得僵持一段时间吧。说不定到最后，我们还得走法律途径，那就耽误的时间更多了。就算到时候铃铛网答应解封我们的店，购物节早都过去了，我们会吃大亏的。我知道，这不是在加紧准备吗？咱们争取提前行动。哥，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咱们都是生意人，咱们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卖货，我们就早一天赚钱。现在铃铛网封了我们的店，那我们能不能考虑重新开店呢？廖哥，我觉得咱们应该去跟铃铛网认真的再谈一次，不赔偿可以，不解封也行。我们请求铃铛网答应我们，让我们开新的店。啊？你让我去求铃铛网重新开店，这是投降，绝对不可能。我在铃铛网开了8年店，那都是我的心血。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你做人除了钱，总得讲点人情味儿吧？你总得讲点良心吧？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不怪你，我自己的问题。没有问题。我自作聪明，作茧自缚。好吧，可是我很高兴，意外地发现你的另一面。你高兴就好，反正这顿饭吃完，我们的友谊到此为止。为什么？你耍我，害得我出丑，我不能继续跟你做朋友啊。可你不也是防着我，坐在另外一个位置观察着我？是不是一旦我不入你的眼，你就假装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回去就把我拉黑呢？网友见面，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总没错吧？我赞成，那我们就算扯平了。扯不平。从第一次见面你就知道我是谁，而我却现在才知道你就是希区萨特。怎么算都是我吃亏。那这样好不好？你呢，就把我当成是跟你初次见面的粉丝，我呢把你当成我仰梦已久的主播。我们不考虑什么友谊不友谊的，就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好吗？悔恨在心，会消化不了哦。你能接受我的道歉吗？你再诚恳一点。我薛毅正式的想帮你道歉，可以吗？好吧，我接受你的道歉。彪哥，我知道你跟铃铛网的感情很深，他们现在这么做确实很伤人，我都替你叫屈。但是你能不能也考虑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呢？胡天儿手上可是压了50多万的货呀，如果这次没赶上购物节，货卖不出去，他可怎么办呢？还有王磊，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昨天我就听见他媳妇给他打电话，说他父亲病重，让他赶紧回去照顾。还有小吴，你说你今天帮他了一次，借了他3万块钱，如果明天债主继续问他要债呢，他怎么办呢？你有多少钱能帮他把这窟窿填满呢？其实大家都不容易，真的。当然，最不容易的就是你了，彪哥。我们都知道你是特别重感情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么多弟兄都这么信任你。我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要是觉得
你和铃铛网之间的私怨，要比这些弟兄对你的信任还重要，那我什么都不说。如果不是这样，我真的建议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廖明涛还没有那么自私，可是重新开店，以前积累的老客户就都没有了，一切从头再来，损失太大了。损失肯定是有的，但总比什么都没了强吧？只要我们能赶上购物节，卖更多的货出去，就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啊！这真的是眼下最务实的办法了。那你有具体方案吗？我有。C'est la vie， 你还会说法语？基本不会。可是你的发音很标准。你信不信？只要是奢侈品牌，不管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我的发音都很标准。Gucci、Chanel、Christian Dior， 标准。嘿，邦尼老师。Hey Eric， 这是我的朋友薛毅，这是我的学生 Eric。 Hello， 你好。哎，我很久没见你来上课了。Yeah,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the US for 2 months, and I forgot everything you taught me. I'm sorry. It's okay. So,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to class? I was considering coming back next week, becaus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Me too. See you next week. Bye. Take care. Bye. Bye. 你留过学？没有啊，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护照呢是早就办好了，可惜没有坐过任何国际航班。但你的英语说的可真不错，不像我，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有些口音。我在培训中心教外国人讲中文，英语是我的吃饭工具啊。我还一直以为直播才是你的吃饭工具呢。所谓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英语和直播，像什么美妆、游泳、瑜伽，反正能学的我都会学一点。学这么多干什么呀？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不受控制，但只有2件事情是我能完全控制的，其中一个就是学习。所以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就想尽量学得好一点。那另一件呢？减肥啊！减肥。能吃牛排吗？当然可以。你怎么还没睡觉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回来，我不放心。啊，我今天晚上跟江大林喝了几杯，没事的，你早点休息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吧。晚安。晚安。我再和大家确认一下，一会儿上去谈判，就按咱们昨天晚上商量好的说。是。安东，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了。哎，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上去，你聪明，有事儿呢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没问题。那大家就在原地等我们，等我们的好消息。好的，好吧，走。是这样，我们跟铃铛网的管理部门研究过了，他们还是不能答应你们解封店铺的要求。很抱歉，因为这个涉及到法律、合同，还有一些监管部门的要求，所以不要说了，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和你们商讨另外一套解决方案。啊，那太好了。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坐下来慢慢聊，不是吗？不能慢，我们只有3个要求。第一，必须返还我们的保证金。第二，你可以不解封原来的店铺，但必须允许我们开新的店铺，而且在1天之内，店铺审核和上线流程。第三，在购物节的宣传当中，必须帮我们做免费推广。你看都说全了吗？说全了，说全了，都说全了。切记，明天他们提出要求的时候，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为难，让他们占据心理优势，以为是自己占了便宜，这样后面谈判我们才会更顺利。其实，你们刚提的这个要求，跟之前解封店铺的要求难度系数是一样的。铃铛网应该不会答应。不答应？凭什么不答应？原来的店我们开了8年，这8年我不跟你算账。我们开新店怎么了？怎么了？哎，廖哥，坐，咱们先不冲动，我来跟他说。美女，你看我们说来说去啊，就是想减低我们的损失，赶紧把新店开起来，参加购物节卖货。我们各让一步吧，我们大不了签一个合同，保证以后不再刷单。你看这样行不行？您也别生气，毕竟这个方案是你们刚刚提出来的，允许我们消化一下。这样，我们去跟铃铛网的管理部门紧急沟通一下，请稍等。魏总说，至少要拖15分钟，时间越久，他们会越慌乱，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越大。合同在哪儿？一大早，法务说还要再检查一遍，然后就给我们送过来。你们俩去拿一下。好。廖哥，要是他们还是不答应咱们的要求怎么办？能怎么办？不行就按咱们之前说的，大不了闹个鱼死网破。廖哥，没必要。我觉得咱们提这3点要求不过分，这不还没出结果呢吗？咱们再等等。张总，合同拿来了。怎么这么慢啊？一直在催他们，法务看挺仔细的。都过了3分钟了，快走吧。不好意思，各位久等了。经过紧急沟通，虽然很难，但是铃铛网同意了个别的要求，并且答应给大家开新的店铺。我们拟定了新的合同，只要你们签了字，24小时之内，新店铺上线。这还差不多。
我们也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帮我们做一个动员，让其他的商户也尽快来跟我们签这个合同。哎，等，别签，先别签，别签。怎么了？耍我们是吧？啊？咱们事先不都讲好了吗？保证金怎么涨了5倍？啊？为什么？为什么？凡在铃铛网重新开店的商户，需按照原来保证金金额的5倍缴纳保证金。怎么回事啊？抢啊！我们能交得起5倍保证金，还开什么店啊？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搞错了。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没有这一条的。这样，我再去确认一下。确认个屁！大骗子，你们都是骗子！要不是我眼尖，早被你们坑惨了。耍我们，走着瞧。都给我等着，看看到时候谁后悔。别条条件件的了，我就几分钟时间，5倍保证金到底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合同之前我看过没问题的，5倍保证金的事情一定是今天临时加上去的，绝对不是临时决定的。我都气糊涂了。那你说那些小商户们能接受5倍保证金的要求吗？这件事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们在逼着唐正让步。从退保证金到让商户重新开店，这一切都太容易了。以我对唐正的了解，他绝对不是这么容易退让的人。这件事没这么简单。铃铛网打击刷单的这个行动，目的并不单纯，唐正一定还有事情瞒着我。安东在吗？我在啊。你怎么来了？廖哥说时间太长了，让我来看看。哎，你跟廖哥说一声，我拉肚子，我马上就出去，你稍等我一下。那你快点啊。嗯。
就走了，你等我电话。喂，舒晴，说话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想见你。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等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很久了。是的，有一些话我想和你说。我要马上见你。你把地址发给我。铃铛网把保证金提高了5倍，谈判丝毫没有成功，不能再等了，咱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决定，咱们明天就去铃铛网，向他们讨回公道。唐总，保证金为什么要提高5倍？这件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呀？江总，别那么心浮气躁，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保证金提高5倍，是昨天晚上我们董事会连夜开会的结果，没来得及通知你，对不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我现在告诉你，首先，犯了错就必须要接受惩罚，我必须给那些违规刷单的用户一个教训，让他们以后不敢再犯。第二，我们铃铛网从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保证金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你可以出去问问其他的电商平台，他们的保证金是多少？我现在即便是加了5倍，也最多是跟他们持平。啊，对了，还不如其他一些大的电商平台呢。错啊，菜都替我点好了。我看到地址的时候，我以为我搞错了，真没想到，你还会选择这间餐厅。上次那顿饭没吃成，这顿我请。那你不怕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了？不怕了。我之前研究过这些商户的资料，他们大多数都是小本经营，流动资金和利润都特别小。现在保证金一下子提高了5倍，他们压力会非常大，根本没办法承担。那就不要开店了。市场是很残酷的，优胜劣汰嘛。现在那些小商户，要么交纳5倍的保证金继续开店，要么就是彻底离开铃铛网。我也给他们2选1。唐总，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购物节之后，您是不是不打算解封这些商户啊？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对那些违规刷单的商户，我只有3个字：零容忍。要是他们觉着我是一时心血来潮才打击的刷单，那就不如趁早滚蛋。最后一个问题，保证金提高5倍，这是你们昨天晚上才做出来的决定吗？江总啊，你的问题太多了，你现在不是应该来质疑我，你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怎么替铃铛网解决即将到来的危机，可以吗？我在网上查了这家餐厅，牛排的评分很高的。那是。这是我陪你吃的第1顿饭，也是最后一顿。
你什么意思啊？我想通了，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你是要跟我分手吗？恋人之间才会说分手，而我和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你妈妈来找过我了，她什么都知道了。不可能，我什么都没跟她说过。其实你说什么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告诉她我不是你的女朋友，我也不可能向任何人交代我的过去。首先，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去找你。其次，她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代表我，我的事情跟他们没关系。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你妈妈，也不是因为其他任何什么人，是因为我觉得我和你之间的距离相差的太大。江总，唐正怎么说？魏哲猜的没错，5倍保证金的事情肯定不是临时想出来的。虽然唐正嘴上没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解封那些商户。不解封就要重新开店，重新开店就必须交保证金。一个商户翻5倍，那就算只有一半的商户留下来，那也是上千家，这得多少钱啊？我要是唐正，拿这笔钱去买基金吃利息就够了，还搞什么购物节啊？唐正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只是我还没看出来。反正这不是一块蛋糕，我们掉进陷阱里了。我早就说我们进狼窝了吧？安东，你想办法查一下别的电商网站保证金的情况。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唐正提出来这个5倍保证金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OK。还有你，把所有的商户资料全部过一遍，预估一下保证金提到了5倍之后，还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我们要知道一个起码的基数。OK。其实我觉得你妈妈说的一句话特别有道理，我不可能带着乐乐绅士的秘密跟你过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你，所以，我选择不再见面了。那是你的选择，你有问过我吗？舒晴，我无数次的跟你说过，我不在乎你的过去，我不在乎。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肯相信我？我们2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你决定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能不能别这么折磨我？你说的对，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由我决定的，所以也应该由我决定结束。你没有反对的权利。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残忍的女人。
喂，是我，帮你。我知道，这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感觉挺奇妙的。怎么样，礼物收到了吗？收到了，很漂亮，但是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就是个小礼物，只是为了庆祝我们作为网友的第一次见面，没有别的意思。小礼物，这起码也要几万块了吧？其实这是我上一次参加他们品牌的慈善活动的时候买的，我觉得挺有意义，就送给你当做个纪念。而且我觉得这条项链真的很适合你。好吧，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不收下就显得有点矫情了。谢谢你啊。你喜欢就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表达谢意的话，不如请我吃个饭如何呀？你约人的方式也太套路了吧？好，这次时间地点你定。好，那我定好了发给你。好，拜拜。来了，你去找淑晴了？这么快就向你告状了？他没告状，他跟我分手了。妈，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我就做了任何一个妈妈都会做的事情，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我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不出格，你没经过我同意就调查我朋友，你去找他，还跟他说了那些话。你不觉得你自己很过分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独立女性，是女作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你跟其他的妈妈不太一样。行了，高帽子呢，你是不用给我戴的啊。在你终身大事儿这件事情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跟别人没什么区别的。我就是想知道跟你交往的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我有错吗？啊？你了解淑晴吗？那你了解她吗？啊，你了解她的过去吗？她的过去我不在乎。那好，我也可以不在乎啊，我可以不在乎她是个孤儿，不在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你也知道的，我跟你爸爸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如果他有一天成为我们家一员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就有知情权呢，我就得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单亲妈妈，是因为一夜情呢，还是因为遇人不淑被人抛弃了呢？难道我没有权利知道这些吗？这些事情都是袁素告诉你的吧？请你叫他袁叔叔。你现在可以了啊！为了一个不知根知底的女孩子，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了。是啊，你袁叔叔是跟我说那个女孩子配不上你。当初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他是有偏见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些表现，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妈，我最后跟你说一句，我的事儿，你们都别插手。江总，奇闻共赏。电商行业烧钱之战，铃铛网亏损运营内幕大起底。亏损？可铃铛网的业绩报表一直都是很好看的呀。这个上面说，从2年前开始，铃铛网的电商就是亏损运行的。唐正是拿了其他业务部门的盈利来掩盖电商的亏损，这才让整个铃铛集团的财务报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你看，这上面还说，导致铃铛网亏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量中小商户的刷单行为。一方面，铃铛网运营多年的销量奖励政策还在，直接导致了他们每年要拿出一大笔钱奖励给这些商户。
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销量其实就是刷出来的，而铃铛网却是按照商户实际的销量来收取提成，因此他们从这些中小商户身上收取的提成金额远远小于他们给出的奖励金额，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入不敷出。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电商平台在跑马圈地时的通常做法，赔本也得干。要是我，早就把奖励政策给停了。停不了。你接着看，铃铛网的日活用户60%都是这些小商户。我猜唐振之所以不敢停止补贴，就是怕得罪这些小商户。那他现在封了人家的店，就不怕得罪了？此一时彼一时。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的？2年前，而且这篇文章的关键词都被屏蔽了，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搜到，就是刚才突然想到这一点，换了一批关键词，这才搜到的。能不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许我能。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你觉得我会说什么？还是害怕我说什么？你别跟我这打。虽然是我老板，但你无权过问我的私生活。可是你的私生活影响了公司的利益，我就不得不过问了。你看看你，自从跟抒情好了之后，你都干了什么？小丽试丢了，智慧星的新闻发布会你改时间了，让你去澳大利亚出差你也不去。再这么下去，你还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一点客户总监的样子？说的这些跟抒情都没关系。你为什么在我妈面前污蔑她？我污蔑她？我敢担保，我在你母亲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自从跟抒情好了之后，你都干了什么？小丽试丢了，智慧星的新闻发布会你改时间了，让你去澳大利亚出差你也不去。再这么下去，你还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一点客户总监的样子？说的这些跟抒情都没关系。你为什么在我妈面前污蔑她？我污蔑她？我敢担保，我在你母亲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抒情，她敢吗？她敢把她的过去说给你和你的家人吗？她有太多的事情瞒着你，你还对她爱得死去活来，她在骗你，你知道吗？我愿意。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俩的感情。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你眼里都是阴暗，都是阴谋家。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因为你的内心才是最阴暗的。沈英杰，要不是看在这几年你对明氏立下了不少功劳的份上，你信不信？就刚才的几句话，我可以马上开了你。我信，不用你开了我自己辞职。你给我站住！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给你放一个长假，
等你平复了心情，咱们两个再谈。你的辞职我不接受，接不接受随你。我是不可能跟你这种人再共事下去。沈英杰。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老板江达林，江总。你好。你上次找个律师是假的，这老板不也是假的吗？老白，别胡说八道啊！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这篇文章的作者你熟吗？王康啊，熟。之前是财经大学老师，后来辞职啊，到铃铛网去做财务总监，再后来因为人事内斗劝退了，就一直做自由写手。前几年我还经常找他约稿。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出国了，1年前就走了。我想问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其实吧，铃铛网内部成本高，运营困难，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电商这行业基本都这样，前期都是靠烧钱维持的，拼的就是谁能挺到最后。不信你看，多少家电商都倒了。哎，我还纳闷呢，这文章早就被删了，你们是怎么搜到的？这你就别管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呗。喂，唐正怎么说？果然被你猜中了。唐正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保证金提高5倍这件事情，他早就想好了。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安东在网上查到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显示铃铛网一直在亏损。我觉得这件事儿跟提高保证金有关。现在这件事越来越复杂了，咱们俩今天晚上一定要见一面。对了，那辆车目标太大，现在这住的人越来越多，我怕暴露。今天晚上8点，咱们俩改在浦北公园见。你一个人来。好，你自己小心点儿。好的。你回公司待命，晚上我自己去见面诊。老大没事吧？你吓死我了！你站门口干什么呀？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呀？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你直说行吗？我这人就这样。神经病！
你去见谁了？你管得着吗？我吃饱撑了，我出去散散步不行啊？你打电话我都听见了，你明明就是约了人，你到底什么人呀？来这儿干嘛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跟我装是吧？有说理的地方，敢不敢跟我去见廖哥？小子，你敢不敢？吓唬我呢？去就去。有种！走，别碰我！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姚哥，包里的东西都在这儿。说吧。你既然把我带这儿来了，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李沁，我是怎么得罪你的？从你第一天到这儿，我就觉得你怪怪的。那天晚上你说回你拿东西，来回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你却用了2小时。还有，动不动你就不见人。那天在铃铛网的卫生间，我听得清清楚楚，你明明跟别人说话，可我进去之后就没人了。还有今天下午，我听得清清楚楚。你约了人晚上8点见面，我跟了你一路，你这一路上鬼鬼祟祟的，你到底是干嘛的？你脑子有病是吧？你搞间谍呢？什么？有事说事。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整天神叨叨的。你不是今天晚上跟踪我了吗？告诉我，我今天晚上去见谁了？你肯定是发现我跟着你，所以没敢跟他见面。廖哥，我受不了他这么平白无故的污蔑我。你给我做主，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证据，我跟你没完。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谁也诬陷不了你。把手机给我。魏哲，魏哲，江总，到底出什么事了？我老大根本就没回来呀！你让我们给他打电话，手机一直都打不通，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约了8点钟，在浦北公园见，可是我等了他足足2个半小时，他都没有出现。如果有问题，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他不是这种爽约的人，一定是出事了。完了完了，不会是魏总卧底的身份暴露了，被他们绑了吧？啊，那怎么办？他们不会打我老大吧？那有什么不可能？那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报警啊！报什么警啊？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你就报警？万一不是我们想的这样，你坏了事怎么办？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能找到魏哲。江总，我能找到他。魏总去之前，让我在他手机里安装了定位软件。早说啊！你赶紧的吧你！
查到了吗？刚开始查。你快点儿！你这样，赶紧查，查到了位置立刻联系我。江总，你又要去哪儿？江总，江总！林东，你说你手机丢了，我姑且相信你。但是咱们毕竟萍水相逢，对你了解的不多，你也别怪李庆怀疑你。你知道，我们肯定要和铃铛网死磕到底。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允许队伍里出现奸细和叛徒。希望你理解我。彪哥，你的意思，我是叛徒？我可没这么说。但是你得证明你的清白。你让我怎么证明？很简单，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真把我当犯人了？你要是拒绝回答，那就实在对不起了。从现在开始，直到我们和铃铛网的事解决之前，只能委屈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行，有什么问题问吧。你店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开的？刚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再说一遍。桃花家的小蛮腰，卖情趣内衣的，去年12月23号开的店。哪儿上的货呀？哪儿进的货？我们的货主要分3种风格，分别是东瀛风、欧美风和中国风。其中东瀛风和欧美风，我们都是号称从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其实就是从义乌服装厂批发的。我们经常进货的店就在服装厂的3楼，3-076，老板姓霍。你已经错了2次了，不会再错了。你们店主要经营的什么系列？出货量多大？制服系列啊，现在人都爱玩这个。我们店每个月轻轻松松能出去200多套，但是利润不高，每套的利润基本就在10到20块钱之间。那我再问你，你们这行里做的比较成功的几个大品牌？菊木、爱神之吻、英姬、菲林欧雅、爱丽丝、阿曼迪。有人吗？喂，江总。梁总，你给我的地址到底对不对啊？我按照你的定位导航过来的，可是没有人啊。GPS 显示就在那附近。要不这样，我现在打开定位系统，你就应该能听到信号的声音。好的，好的，你快点啊。你开了吗？马上，马上。打开了，蒋总。好像听到声音了，可是找不着啊！你千万别挂哈。好，
信号声音越来越大了，你找到了吗？找到了，人不在，手机在下水道里，应该是见我的时候弄丢了吧。这样，你们在公司一定要等着，如果他要回公司了，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去招待所找他。好的，江总，你注意安全。我再问你个问题，哥，求求你了，别问了，这都几点了？我做生意这点底儿都被你们扒出来了，还不够啊？你们是不是也想开情趣内衣店，跟我这套料呢？太不地道了啊！李沁，你是不是也想要几套啊？想要你直接跟我说呀，我送给你。演，使劲演。安东，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刷单找的是哪家刷单公司？什么价格？一共刷了多少单？你记住了，商户民用的最多的刷单公司有双狮、飞速、世纪星4家，你到时候随便选一家就行。双狮、飞速、世纪星。对，我觉得不对。哪儿不对？就这4家。廖哥，你是真不懂啊，还是在这跟我装啊？我们隆安那个地方哪有什么正经的刷单公司啊？我们雇的都是一个外号叫老五的人，商户们基本找的都是他。江总，我马上发。谁呀？谁呀？我看你了，给我出来！谁？出来！207。安东，当奸细会死得很惨。
他肯定有问题。人是我绑的，他要告我也认了，这人不能放。你的意思是把安东一晚上都绑在里头？是，不仅要绑着，而且还要叫人看着。他现在就是定时炸弹。今天审不出，明天接着问，时间长了，他肯定会露馅儿。可万一安东是被冤枉的呢？啊？你刚才都听到了，安东说我们是非法拘禁，是犯法。你听他吓唬人，他要是卧底，他犯不犯法？现在是关键时刻，说什么都不能把他放。不行，我还是觉得不妥。打着火了！快快快，赶快，大家赶紧下楼！快，着火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但是我绝对不能走，一旦走了我就暴露了，这样会更激怒他们，事情会更加不可控制。你现在要帮我一个忙，你还记得安东给我手机的时候多准备了一张卡吗？你的新手机，这是我给你准备的2张隆安的电话卡，这一张尾号是7，代表 Lucky 7，但我给你推荐这一张，这一张尾号是0，是你星座的幸运数字。我选7。你星座那张？对，就是那张。你赶紧回去把那张卡给我找出来。刚才他们问了我很多关于店铺的事情，幸亏我做了功课，全用上了。但是我猜接下来他们会问我家里的事情，如果他们要给我老家打电话，我就把那个号码报给他们。你来演我妈。我演你妈？对，你演我妈。你赶紧走，要不他们要回来碰到你就麻烦了。你快走啊！哎，记得给腿上擦药。没有，赶紧走。你们是为了想烧死我？是为了想烧死我？我绑在这里一动也动不了，我烧死了你们应该跑不了。我告诉你，兄弟，实在对不起，纯属意外。哪着火了？到底哪着火了？廖哥，没着火，服务员说是系统故障，正在查呢。还愣着干嘛？赶紧解呀！你瞪着我干什么？你别说火箭也跟我有关系。我把你们绑在这一动也动不了，这烧死你负责吗？看在我什么看？你再说一遍，你的店什么时候开的？回答我。
12月23号开庭。江总，我老大呢？没事。江总，你腿怎么了？我给你拿药去啊。等一下，卡给我。什么卡？就是那张隆安的多余的剩下的那张电话卡，给我。江总，我老大怎么样啊？你闭嘴！给你上货那家老板叫什么？商铺号多少？服装城3楼3-076，老板姓霍。我就放在酱子门那夹里了。东西在哪儿啊？快找啊！你傻站着干什么？都找啊！给你刷张那个叫什么？名字没记。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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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了吗？还要我跟你说多少次？每次我都是去网吧找他，他天天在那儿打游戏。东西在哪儿呢？安东，我求你冷静点，一定要给我找出来。我放哪儿去了？给我找啊！差不多行了啊。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是说你隆安人吗？你家电话多少？我要打电话跟你家里人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疯了？凌晨3点了，你给我们家打电话？为了搞清楚你的身份，我现在必须打这个电话。安东，你有什么用？这么关键的卡你都能弄丢，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弄丢了？你是猪吗你？看我干什么？赶紧找啊170-3168-9760。170-3168-9760。这手机号啊，我妈只有手机，谁现在还用座机啊？现在我妈肯定睡了，很可能关机了。江总，江总，卡。打。
一点就被你骗了。说实话，到底是谁？你再把号码报一遍。170316897。错。170。31659760。喂，谁呀？妈，我是安东。啊，这么晚打电话，什么事儿啊？没事，我刚才就是做了个梦，梦见你了，想你了。那个保证金你要回来了没有？你二姨他们还急着催着让还钱呢。放心吧，我这2天正在处理这件事呢，过2天我就回去了。妈，你赶紧睡吧。行，那你也早点睡觉哈。廖哥，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我不会再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兄弟，折腾你一晚上，实在对不起啊。希望你不要记恨我们。去哪儿啊？回屋睡觉。赶紧吃，吃完了好出发。我吃不吃你管得着吗？别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行吗？我不看着你，我怕你跑了。你们要还不相信我，我一会儿就买票回老家。安东，安东，在哪儿呢？站着。总算找着你了呀！你怎么来了？你说我怎么来了？你
么回事啊？宝贝儿，我这不是出来办正事来了吗？办什么正事啊？你是不是想还有女人了？你是不是要跟我分手啊？你自己看，哪有女人？男人倒有一个。你谁啊？你是谁呀？我是他正宗的女朋友。你们两个男人住在那儿干什么呀？那我能跟女的住一块吗？什么啊！哎呀，没女的你不早告诉我，你吓死我了！你放心，不要到时候会报警的。哎呀，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哎呦，好了，我是手机丢了，不然早都给你打电话了，我都想死你了。我看看，那你想我了，这么多人就没个手机啊？你就不能回家去看我呀？我怎么回家呀？我保证金还没拿到啊，那还有你的钱呢。要什么保证金？我就跟你说了，那个情趣用品店不开也就算了，那么一点钱有什么好赚的呀？我们家有的是钱，走走，跟我回家。你松开。